截止目前，抖音话题播放量排名前10的悬疑刑侦犯罪剧，看看你都追过几部。Top 10，方圆800米，播放量13.7亿。有些秘密离你最近，却最让人心惊。善与恶，亲情与法律，都在同一条线上的抉择。1998年的丰阳矿区煤干石堆里发现一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女尸，老刑警陈红兵接受调查，一查才发现死者于素素牵出一条用纸壳路控制矿工、制造矿难骗赔的黑色产业链，而这背后还隐藏着30年前的特大矿难。更残酷的是，陈红兵的儿子陈辉已经卷入这条黑暗链条。为查母亲死，因为女友医药费，他一步错，步步错。父子俩在小镇800米里上演猫鼠游戏，亲情和职责互相撕扯。这局的极致在于悬疑和亲情的双重张力，不只是破案，更是父子情、责任和道德底线的较量。每一个选择都让人揪心，节奏紧凑，人物立体，善恶的抉择随时都让你心跳加速。看的时候既紧张又感慨，人性和社会现实全都呈现在你眼前。方圆800米，困住的不只是小镇，更困住人心。人性的善与恶，亲情与仇恨，都在这片小天地里被无限放大，看完让你久久不能忘。Top 9，叵测，播放量14亿。28年恩怨一场大对决，老警察和企业家在审讯桌上斗智斗勇，真相比谎言更刺激。老警察朱鹤来突然盯上了一桩尘封的抢劫案，他锁定了民工出身的企业家孟广才，但孟广才不简单，当年的抢劫团伙早就练好了套谎言，在审讯桌上和朱鹤来拼智商，两个人你来我往，警方夹在中间。28年的恩怨和秘密慢慢被撕开，这局最精彩的就是心理博弈。明面上是办案，其实是生死较量。朱鹤来象征坚持和正义，孟广才象征聪明和狡黠，两人每一场对峙都像下棋，节奏紧凑，反转不断，让观众一直紧张到爆。更精彩的是，它不仅是悬疑故事，还让你看到时间、仇恨和选择对人性的冲击。谎言铺天盖地，真相藏得极深，你会坚持追还是选择妥协？28年的纠葛不只是案件，更是人性的考验。Top 8，正义女神，播放量14.7亿。法庭不是冷冰冰的规则，正义也能有温度。哪怕要从高院走到少年法庭，高院法官颜慧执政当事业巅峰，却为了一个复杂案件主动降职去当少年法庭裁判官，还因此和丈夫邱光正离婚。她的审判作风让法院上下都敬畏，而年轻裁判官郑少文想借她突破升职瓶颈。面对一连串严重的少年案件，一直坚持原则，不让有罪者逍遥，也努力改变脱轨少年的人生轨迹，在于权威与人性的对撞。每个案件都像小型人生审判，佘诗曼的慧知刚正不阿，狠中带温。他处理少年案件的方法既严格又有人情味。许绍雄饰演的主任裁判官洪思义有权威感又不乏内心挣扎。周家洛饰演的郑少文为了升职不断碰撞道德底线。少年角色刻画真实，每个迷途少年背后都有故事，让观众看到社会责任、成长和救赎的重量。正义从来不会妥协，坚持做对的事比赢得官司更重要。法庭上每一次判决都是对人性的一次温柔拷问，也让你明白救赎永远可能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Top 7，危险关系，播放量16亿。你以为最亲近的人会保护你，其实他可能就是最危险的陷阱。36岁的大学讲师严玲正冲副教授，却被学生李长宁突然纵火吓到，舆论和校方压力一股脑压来。同一天，他的发小简磊磊意外自杀，还被牵上挪用公款。严玲的人生一下跌到谷底。追查真相时，她发现闺蜜未婚夫夏意身上有秘密。学生发狂的背后也和男友徐峰有关。精神科医生罗良出现，看似完美男友一路帮她排忧解难，却隐藏着情感操控的秘密。每个人都不简单，你以为的朋友、爱人、学生背后都有可能藏的谎言。孙俪演的严玲既坚韧又脆弱，观众能感受到她一步步被逼到绝境的压迫感。吴康仁式的罗良外表温柔可靠，实际上步步算计，把心理操控表现得太到位，让人又爱又怕。剧情节奏紧凑，校园背景加上心理悬疑，让人看得心跳加速。永远别为了那一丁点虚假的温暖，就把自己交到一个甚至都没看透的完美恋人手里。毕竟那可能不是爱情的港湾，而是吞人不吐骨头的深渊。Top 6，有罪之身，播放量20亿。
10年的秘密，3个人的命运谁都没清白，谁都逃不掉。1999年夏天，陆明、夏雪、林华3个青梅竹马去爬山，本该是陆明求婚的浪漫，却因夏雪意外失手杀马科和造船厂爆炸，彻底改写了3人的人生。10年后，女儿被绑架，警察晴雯追查，尘封的秘密一层层揭开，3人被迫面对当年的过错，而隐藏在背后的竟是表面忠诚，实则操控一切的侯军。全剧用3条时间线交错推进，反转密集到让人喘不过气。侯军扮猪吃虎，层层布局绑架、谋杀、矿难，是整部剧中极大 BOSS。陆明用命换正义，夏雪忍辱抚养女儿，林华独守灯塔承受愧疚。每个角色都有灰度，人性与道义不断碰撞，羁绊和悬疑推理交织到极致。Top 5家事法庭播放量20.9亿。法律不只是条文，更是温暖人心的守护。青年法官沈谢志从刑庭调到家事庭，遇上热心律师秦瑞，他们和同事们一起走进社区，深入基层，处理亲子矛盾、婚姻纠纷、遗产争夺等一大堆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。每个案件都牵动人心，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复杂和无奈。这剧最大的亮点是法与情的碰撞。沈谢志原则分明，秦瑞贴心又专业，他们用耐心和智慧剖解每个家庭的难题，剧情节奏轻重有度，既有案子的紧张推理，也有角色的成长和情感冲突，把司法为民的理念演绎得接地气又感人。正义不只是裁决，更是温暖。当生活的矛盾扑面而来，总有人用心、用规则、用温情守护你。Top 4黑夜告白播放量26.4亿。真相从不轻易显露，每一条线索都可能颠覆你对正义的认知。1997年，一对父女在元龙里小区神秘失踪，把老警察何远航和新人冉方旭卷了进去。起初他们针锋相对，误以为只是一起普通的失踪案，却没想到18年来新线索不断，相关案件接连出现，每一次调查都让过去的结论被推翻。3代刑警在漫长追索中不眠不休地追真相，一步步逼近隐藏最深的谜团。剧情铺陈的耐心和反转的层层递进，人物的成长和信念感被刻画得很真实，和远航的老练与冉方旭的冲劲形成鲜明对比。现代刑警的接力侦查让观众感受到正义的重量，也体现了警察职业的坚韧和牺牲。悬疑、刑侦、人物情感和时代背景交织，让整个案件更有厚度和现实感。真相总在迷雾中徘徊，但坚守和信念会让正义最终亮起光。每一个努力守护的人都是黑暗里的光。Top 3他的盛宴播放量32.4亿。最亲密的朋友也能背叛你，但聪明的人总能用时间和智慧扳回一局。本来是天才少女，却被最亲的闺蜜兼合伙人白亮亮背后捅刀，不仅创业果实被抢，还被家里人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关了整整1000天。3年后，饶宇慈终于踏出大门，她没哭也没闹，而是把那颗顶级的数学脑袋用在了复仇上，步步为营地设局，要把白亮亮那张伪善的皮一张张撕下来，让这个蛇蝎女人在众目睽睽下彻底完蛋。这剧最带劲的就是那种智商上的碾压，它不是那种只会扇巴掌的狗血剧，而是看顶级大脑怎么把人心当成数学题来算计，把疯子这个标签反手贴回仇人脸上。那种极致的理性冷暴力，比动刀动枪更有冲击力。看完真觉得脊梁骨冒冷气。这世上最毒的药不是疯药，而是最信任的人给的伪装。但天才的报复从来不需要废话，他只需要给你准备一个完美的死，让你在最风光的时候摔得粉身碎骨。归根结底，你可以低估一个人的善良，但永远别低估一个受过重创的天才。那些在暗处算好的账，迟早要一笔一画地讨回来。Top 2钢铁森林播放量35.7亿。最黑暗的犯罪也敌不过3颗坚定的心。5年前的8.17案悬而未决，南城公安的周警因为兄弟周川当年牺牲，亲自请缨查案。在犯罪心理学教授江寒生的帮助下，他们锁定了神秘犯罪集团老歇，同时卧底民警蒋成已经潜入敌人核心，只差一步就能抓到幕后主使。3个从小在之子巷长大的年轻人，各自在不同岗位上拼尽全力，要一网打尽罪犯。这剧最大的亮点在于卧底与侦查的心理博弈，线索环环相扣，3条主线紧密交织，反转不断，人物塑造鲜明。周瑾的执着，江寒生的冷静，蒋成的勇敢，每一位都充满血肉和智慧。剧情既有高能抓捕，也有人性温情，
让观众在悬疑中感受正义的力量。正义或许来得迟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勇气和智慧是黑暗中最亮的光。Top 1，隐身的名字，播放量 46.9 亿。真相藏得再深，也终会被揭开。善恶终有报，正义从不缺席。柏树挖出尸体，锁定真凶，李梦等人全力追查，层层阴谋被揭开。任小明、柏树、李梦三人联手面对葛文君的操控与疯狂，险象环生。与此同时，任美燕的生死与小飞的身世也逐渐明朗，每条线索都指向过去被遗忘的真相。案件、情感、阴谋和家庭纠葛交织，让每个人都不得不直面选择与责任。剧情节奏紧凑，反转频繁，每一个人物都有灰色地带。柏树的直觉和果敢，任小明的坚定与善良，葛文君的操控与疯狂，都在心理博弈中被放大。故事不仅是一场悬疑推理，更通过生死、亲情、正义与道德的碰撞，展现了人性复杂和社会规则的力量。每一条线索，每一次冲突，都在强化观众对角色选择与心理的共鸣。阴谋再深，真相终会浮出；选择再难，正义终会到来。每个人都在命运与良知间挣扎，最终学会用爱与勇气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。以上10部剧就是截止目前抖音话题量播放排名。黑暗再深，也终有光道进来的裂缝。这些剧看的是案子，读的却是人心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